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La ilaha illallah。这个历史大约偏大，还有当回音壁，不是回音壁，伊大约偏大，遐那些音乐。啊对，黑天的回音壁，回音。你知道吗？我个人非常喜欢伊斯兰的音乐，这种音乐带有一种神秘，带有一种迷幻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了伊斯法罕的伊玛目清真寺，前面谈到了伊万，伊朗的几万的万，伊万呢是建筑形式起源于前3世纪的古波斯王朝的美索不达雅地区。我们来到了伊玛目清真寺，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最有名、最震撼、最具名牌指标性的伊玛目清真寺。伊玛目清真寺是伊朗伊斯法罕的一座清真寺，它是波斯建筑的杰作，连同伊玛目广场，它被列为了世界遗产伊万建筑。波斯建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我相信很多人来到伊朗，或者是甚至还没来过伊朗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一定是它宏伟的伊玛目清真寺。它的南有伊玛目清真寺，它的北有新奇武清真寺啊。清真寺伊玛目被称为伊斯兰之光，你看这投射窗出去，哇！伊斯兰最具代表性的伊玛目清真寺，对我们来讲，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哦。那其实基本上来讲，伊斯兰的建筑从西元7世纪开始呢，它带到了很多的地方去啊。很多的国家其实都带有伊斯兰的建筑，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啊。萨菲王朝阿巴斯一世最著名的功绩之一呢，其实就是创造了这个地方，而伊玛目的广场也就在伊玛目清真寺的前面。你看看，美不美？它用了一种很强烈的色彩文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它的墙体有一些地方是素色，它等于是在素色的板子上面雕画了这一些非常美丽的伊斯兰式的伊万建筑模式。伊玛目清真寺或称为国王清真寺，广场的四周分布了众多的历史建筑物，而皇家专用的清真寺阿拉卡普的皇宫，哇，整个伊玛目的广场，它的东西南北皆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广场的四周，我们看了很多个南端的大型建筑伊玛目清真寺，东方的皇家专用的罗佛阿拉清真寺，西面的阿拉卡普皇宫，以及北方的帝国大世纪。1979年，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伊玛目清真寺，它的震撼，它的美丽，这些伊朗人特有头上的包起来的，既像穆斯林又像印度风格，等着你来，亲自来看看这特别又不一样的伊朗风情了。那说起了伊朗，那我们再了解到了伊玛目，你知道伊玛目它跟哈里发这两个地方它不一样在哪边呢？伊斯兰对身在东方的我们是比较没有办法去亲近跟了解的一种宗教，加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中东地区。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些国家因为产油而致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因为恐怖活动的脱离，阿拉庇护的土地、古老文明及丰富的文化资产，
宗教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这就是伊玛目广场四周围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所介绍过的啊？它的皇宫啊，东西南北面伊玛目广场的四周围，从皇宫到国家清真寺等等啊。伊斯兰教创立起来，曾经席卷了欧亚非，并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它跟其他的宗教一样，随着伊斯兰的逐渐的发展，也有不同的流派产生。最为人知的是什叶派与逊尼派，而伊朗是全世界什叶派人口最多的国家，跟它的邻国伊拉克刚刚好，完全大相反。那你们也知道，因为境内以什叶为大宗，所以伊朗基本上国内的政治情势是非常非常安定的，不同于它旁边的伊拉克。在我们谈到的伊斯兰，谈到的逊尼跟什叶派的历史与其中的差别，就不能不厘清这两个名词在伊斯兰中所代表的世界的意识啊。有听过哈里发吗？他叫做先知的代理人。那你看到的伊玛目呢？是什么 ？Imam， 他是礼拜的导师。伊斯兰教集体礼拜的时候，站在众人前面，率众礼拜者。最早担任礼拜导师的就是穆罕默德喽，他同时也是阿拉的使者，跟启示的宣布者，也是麦加政权行政、刑法、司法、军事的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在去世前已经开始了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战斗，因此他走之后了，留下的不单只是宗教，还有一个拥有军队的社群。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叫做伊玛目军队，这个伊玛目军队我们待会再讲。所以呢，跟随者对于血统的继位协商推举的领袖争论不休。就是当穆罕默德走之后，你到底要推谁继位？后来推举了由麦加的部落的家族担任第一任的哈里发啊，哈里发就是先知的代理人啊，穆罕默德的代理人啊，我们也可以叫做总代理啊，代理商啊。除了不能以阿拉的名义宣布启示之外，哈里发行使了穆罕默德拥有的一切的宗教，还有什么军政大权。于是哈里发便成为了麦加伊斯兰政权最高统治的专有名称呢。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哈里发跟伊玛目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当然，如果你要再讲下去，你就可以再了解到为什么它会分成什叶派，为什么它会分成逊尼派，为什么什叶派跟逊尼派会产生宗教。逊尼派认为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除了没有先知的身份，不能以阿拉的名义宣布启示之外，继承了穆罕默德原有的一切，包括的率众礼拜的职务。所以呢，他们又把哈里发称为叫做什么伊玛目，这样子够清楚吗？所以伊朗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它会有伊玛目？因为什叶派虽承认哈里发与伊玛目同一个名词，但强调这是一个职位的宗教性，主要的主张拥护了阿里与他的后裔出身的哈里发的正当性。其实讲白了，说穿了，是人领导的宗教，还是宗教领导的人？这你永远搞不清楚啊！信宗教的人认为宗教带领了人类，不信宗教的人认为是人类创造了宗教，是吧？无论如何，人们的心灵是脆弱的。你没有宗教，有时候人在彷徨无助的时候，你会寻求于你未知的世界，而来祈求心灵的平静吧。有龙城广场啊，在那个地方前面。我买的，还有什么后呢？1644年，就是最后的。
看到吗？这一个右手边的字幕，它打上了阿利科普宫啊，就拍了没有？为什么他们这么难念呢？很简单啊，因为我们是用翻译的嘛，用当地的名称来去做翻译的。阿利科普宫建于1612年，有着独特结构的建筑，原本是萨法威王朝的国王们招待外国使节的宫殿。这个宫殿呢，是纤细优雅的柱子，总共有18基啊，支撑呢做成它的阳台，就我们前面看到的。当然，现在有些事迹在前面啊，前面还有这个广场啊。我们从这个国王广场可以看得到啊，当时新建的时候是为了让国王得以观看这个场内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场内它里面的马球比赛，而后来呢，更由于可以俯览整个国王广场的这个四周围的建筑。整个你看很庞大，对不对啊？后来呢，王室们呢就很喜欢来这个地方看。阿利科普宫被称为第8天堂，位置在伊玛目广场的西侧，是6层楼的一个建筑啊。底下3层，你说奇怪，看起来6层楼啊，因为头卡面有3层是昂真爱建筑，当时的萨法威王朝招待外国使节的宫殿呢。顶管的3层是松木做的凉亭啊。所以很特别了，上面的3层是松木做的凉亭，加上红砖制的半圆顶。最早你看到的半圆顶的是国王跟皇室一块马球的所在，释放烟火时候的贵宾席。后来呢，当然也变成了教育军队的司令台等等呢。所以呢，观光客如果来这个鸟感这个伊玛目广场全景的最佳地理位置，就是上来这上面了，去看看伊玛目。如果我们把历史再推回去呢，伊玛目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了伊玛目的名称嘛阿育部王朝的晚期阿育部王朝的晚期正式出现了等级的森严，训练有素，既可以用弓箭远射，也可以用矛剑肉搏的马克鲁克骑兵。在12世纪的时候，埃及的阿育部王朝马克鲁克骑兵铺天盖地的箭雨跟雷霆万钧的冲锋，让当时的法国的国王路易9世等西欧的十字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这个战争代表着呢，当时的马洛克他已经脱胎换骨了而慢慢的呢，这一个马洛克骑兵呢，他呢就变成了当时欧洲什么骑兵队最大的一个天敌所以你知道吗？穆斯林世界的锁甲，其实伊斯兰世界的精锐骑兵叫做什么？穆鲁克。穆鲁克现在在伊斯兰的世界当中是精锐的骑兵伊斯兰的伊玛目穆鲁克一个正面击溃欧洲，还有哪里？蒙古军的阿拉伯精锐所以现在它也存在的在伊玛目。宋末元初的时候，蒙古人的西征大军有没有席卷波斯跟两河流域巴格达陷落阿巴斯哈里发帝国的末代君主，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当时的伊朗全部都是在哪里？成吉思汗的手下。蒙古人的军队曾经被阿拉伯军队呢同等的正面溃击而他也就是称为叫伊玛目的马鲁鲁克马穆鲁克他原本是奴隶的意思被称为马穆留克，最初出现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也就是现在你看到的伊斯法罕这个地方，最早出现在这个地方突厥古拉姆的制度。很多源自于高加索地区黑海北部的游牧民族，你知道吗？高加索地区的居民是很强悍的所以很多人以前常常有没有想高加索出了什么出了那个恐怖分子，原因是这样子那当时呢，当然他们组队编织之后呢，就在阿巴斯王朝，也就是现在的伊斯法罕的这个地方呢，成立了非常强势的军队突厥人。这也是我们来到伊斯法罕，我们可以了解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伊斯兰。
喝价了。你说这是什么？介绍一下。这个就是那个这边这里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点心，叫嘎子那个食品，它里面有开心果的嘎子，这个跟那个又不一样。里面他说包着像开心果，开心果的问题，不是那个甜。还有什么？啊，这个也是有开心果吗？好吃吗？好吃的，好吃啊。哎，我们来到了伊玛目的广场，我们来到了它的市集。这些市集有没有？其实很简单的，欧洲的市集看起来像，台湾的夜市看起来像，对不对？那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广场，它的卖场看起来也是非常相像的。33种桥啊，其实你知道吗？这33孔桥最大的特别是什么啊？是情侣的约会的地方啊，最爱约会的地方哦。哎，这真的呢，情侣最爱约会的也就在这里啊！你看多好躲啊，有没有啊？你躲进去，什么也看不到，对不对啊？所以说它很棒的原因在这里啊。33孔桥当然呢也是它著名的一个集散地啊，观光集散地啊。散步到这个地方来啊，33孔桥在伊斯法罕有11座美丽的桥梁，横跨在扎因代河，其中最有名气的3条桥就在这啊。那朱瑞桥、好久古桥在这里啊。33孔桥位于伊斯法罕最著名的马路下巴大道的底端，就刚我们看到的广场，再走下来底端啊，这个就是33孔桥了啊。在这边看看呢，当时它所建筑下来留下来的。那我们来到这边呢，可以看得到导引的美丽的夜景景色。我们现在依然在伊斯法罕，经过了16世纪所建的33孔桥设计的33个拱，这很容易了解的啊，名称非常的直白。我们继续在伊斯法罕，有没有33孔？来，1、2、3、4、5、6、7、8，赶快算一算啊，算得完吗？啊，早晚都来一次，对不对啊？扎板来几道啊？那现在从伊斯法罕进入到下一个世界，下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叫做什么？我刚刚说了有3个有名的桥嘛，现在来到了哈鸠古桥。刚刚前面有说到了啊，来到伊斯法罕，除了它这一些有名的伊万建筑，还可以看得到哈鸠古桥，这里最著名的3座有名的桥。会不会觉得听了之后会觉得哇，伊斯兰的世界真难懂啊？说到这儿，我们又必须把话拉回到了伊朗人流传的话：伊斯法罕为世纪之伴。伊斯法罕位于伊朗中部的高原，地处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塞。它11世纪的塞尔柱，16世纪的萨菲王朝，到7世纪米提王国时期，那波斯也就死了，就是这儿啊。阿拉伯、突厥、蒙古人的统治，许多的小王朝瓜分了天下。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世纪的动荡不安。然后呢，在这儿，阿巴斯一世，也就是我刚刚所前面讲的伊玛目军队啊，在商业上，在15到16世纪的时候呢，注重贸易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把农牧的副业、编织的地毯、发展为设计跟生产专业化的工业。所以在阿巴斯一世的时候，波斯地毯闻名全世界。而当时的他外交上，欧洲的国家接触非常的频繁，并且为伊朗的艺术家带来新的灵感。一直到15世纪，他还大败了中亚的乌兹别克，他将首都从加兹温迁到了伊斯法罕，重新规划了这个整个的都市啊。新建的伊玛目广场我们前面去过了，新建的伊玛目的清真寺我们前面也去过了，等等哈鸠桥等等呢，将古波斯的精致文化表现在赞叹的建
建筑景观。我们在说到阿巴斯一世的国家的强盛的时期呢，版图包含了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土库曼、乌兹别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哇，很多吧啊！这些国家你去过几个啊？能去过的还真不得了呢。今日的伊朗，无论在信仰、文化、种族各方面，还是能够展现出昔日波斯帝国的光辉，所以这很重要的。波斯帝国，伊朗，我们来归功于萨菲王朝，而萨菲王朝也是他最后面的时代，所以难怪在伊朗人心目当中，萨菲王朝的国都伊斯法罕是最漂亮、最有文化气质的，也难怪伊朗人会讲伊斯法罕是世界之冠。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哈鸠古桥，在查多罗河上建于就是它最辉煌的萨菲王朝，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桥身有110公尺，名气没有33孔桥大，但是它的外观比33孔桥更加的完整，更加的美丽。古代的人、伊朗的人不是伊朗的人呢，为了提供都市的给水，兴建了这个桥，它具备了水坝的功能。伊斯法罕拥有了世界之冠，这个桥功不可没。人行步道上下2层，下层20几个桥拱，桥的2端各设有一个堡垒还有8角亭这也是它最主要的特色。有23个桥拱，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哈鸠古桥。我们刚刚走到中间，还有一个凉亭以前供水系统水坝对它来讲是最重要的来，继续走在中东沙漠世界纳因小镇 ，Let's go。纳因小镇有没有1000年的商贸古道的丝路，纳因小镇，而它是沙漠中的小镇之一，是称霸西亚2000年帝国波斯大帝国的发源地当中，其中一个南来北往的古道丝绸之路。1000年的商贸，以前从中国丝绸之路要经过的时候，要到达了突厥人，经过突厥的地方，经过了土耳其，经过了中亚，它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镇。我的天哪，能够来到这种1000年历史的遗迹好开心，非常开心。里面放冰对，然后夏天天气比较热，很热，太阳很大，他们用这个冰在夏天散热。对，像那个红贡所以呢，我们去过新疆嘛你看到坎儿井古波斯时代这里也有达到地下200到300公尺，沙漠地区相当特殊的地底灌溉系统，将水资源储存起来。你知道这种地方它很特别它不惧它怎么样？夏天热，冬天冷在冬天遇到了零下的低温地底下会结冰夏天来临的时候呢，你在地底下挖的水道
它就能够还是动的嘛，它可是冷的啊。所以热天来的时阵呢，涂骹拍里头拍袂过嘛，伊下骹会冰结合的风塔，就算讲冰扬起的时阵啊，水嘛是凉的，伊就安怎冷热对流啊，天然的空调啊，不是空塔，空调就开始发挥了作用了啊。看起来斑驳，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石头、这些石块、这些，恐怖啊！怎样？前几当比咱更加老啊，有无哈？我就觉得7、8岁一定人生的末端了哈，就前几当啊哈！真的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走到老看到老，投资自己啊，真的投资自己很重要。人生你有几多时啊，可以投资自己啊？我们看到的这些风塔屋顶四面的镂空啊，可以将屋顶的凉风引进塔内啊。你看一根一根的透出来哈，塔身越长，通风的效果就越好。所以我们来到说，这个透出来，这是什么啊？石柱是不是啊？不，它叫风塔。气流往下一路引导到地下室啊，接触到它像坎儿井挖出来的水道，产生了清凉的效果哦。你看看。天然的空调，伊朗的老祖先4000年前就懂得结合了地理的环境跟资源，创造出绿能建筑啊。所以呢，这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些水池还另外的作用，就是在任何的气温之下，水都会蒸发嘛，那蒸发的时候都需要能量啊。风塔将气流往下导引，水因此蒸发之后，还能让这么干燥的伊朗环境。每个房间呢，又有人像放了什么加湿器一样啊，房间袂伤干涩啊。这上悬的风塔会使到33公尺这悬啊，所以这风塔你们看外口以为土堆，以为白蚁丘啊，根本不是哈，那是4000年前的智慧风塔。这里的特色酸奶，然后绿色的那个是薄荷。很赞哦，对不对？当地的啊，要喝看看。溜丁。骆驼毛。骆驼毛。很热。这个是大营的当地特色的地毯，小小的，对。还有新的形状。这是他的太太做的，太太。来煎菜的啊！煎菜。这个破坏了一家有200年的历史，是阿扎王朝的建筑。他们建了999个驿站，
所以每个城市有，在路上还有很多驿站。看一看这一路的南来北往当中，我们会经过几个古商队的驿站呢？那你再想想看，以前的骆驼商队，以前从波斯的这些波斯地毯有没有？再加上中国的丝绸，南来北往之间的运送啊，那出去一趟，一个人的人生大概走三次啊，差不多撒尤娜娜。为什么以前人寿命不长啊？而且没有这些驿站啊。你知道吗？以前他们睡在外面啊，很容易被打劫的。